好，今天要来介绍的东西呢，我等了非常的久，这就是我在预购时送的这个 Galaxy Buds Plus， 就是我在买这支 S20 Ultra 的时候送的这个耳机，从寄来到我真的拿到，我觉得至少有10到15个工作天吧，第3个礼拜我才收到。不过这次我终于收到了黑色的款项，我之前买那2支 S10 都是送白色，2支都抽到白色，我终于抽到黑色的。然后这个有没有看到？正品不得转售，正品 PD 那说这些 YouTuber 都是拿业配在那边骗流量，怎么可能有人业配在那边骂他的产品？用点脑吧，我是忠实的新粉，我很难过，在那边看到人家难过，在那边讲那些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开箱吧。它的盒子一样非常的小，我觉得还不错，蛮简洁有力的，黑色的款。然后他们这次就是主打说它有这个单次使用是11小时，然后搭配充电仓是到22个小时。不过因为它充电仓蛮小，所以说搭配充电仓的时间没有到很久，但单次使用的时间是蛮久。低高音扬声器，丰富音，然后3个麦克风通话清晰。我等一下就来看它是不是通话清晰，因为我上一次 Galaxy Buds 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东西都很好，基本上音质啊。操作大小都很喜欢，唯一我不喜欢就是它的那个通话，它那通话真的是烂啊，有点烂。好，然后最后是支援无线充电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特别的东西，可能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个3麦克风吧，左右耳各3个，然后它是300 AKG， 就是一样老样子。OK， 那我们就来开吧，开。哇哦！感觉东西非常的少。首先看到这是配件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再来看耳机本体。配件部分，哇，整理也真不错。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个 Type C 的这充电线，所以它孔是 Type C 的。然后一大堆耳翼耶，它附了这一个耳翼配一个耳套，一个耳翼配一个耳套，所以应该是大中小吧。然后有一组在上面，我猜啦，所以应该就是1组、2组，然后这边还有1组吧。所以基本上配件非常简单，充电线，然后额外的2组的耳套。这边是还有什么？打开来看一下好了，这边应该是说明书了吧？说明书还是要有什么信仰贴纸吧？没有说明书。好，这边就说明书的部分，然后接着就来看这个充电仓的部分。哇，这整个也太亮面了吧！这是超级烤漆耶。不过质感比我想象中好，因为我在看影片的时候，我觉得有点偏塑胶感，但是现在拿起来还不错。然后重量上跟之前前一代的比，我觉得几乎没有什么差别，感觉好像小了一点吧。充电孔的位置也是在后面，虽然说黑色你可能看不到，在这黑色的，我看有个洞，有我的指纹去加持，应该看得比较清楚。大小基本上一致，就是雾面换成亮面。我本来很讨厌亮面，但是我现在拿到实体，我觉得还行，还可以接受。然后接着打开，这边还有一行字，但是你可能看不到，300 AKG， 非常的低调，但我还蛮喜欢的。打开来看一下吧，哇，这是黑色的，跟我这白色的感觉就很不一样。它这最特别就是这样小小的一个耳机啊，这边有一个麦克风孔，下面也有一个，你们看到？它外面呢这边各一个，然后里面这边还有一个，所以它一个耳机是配3个麦克风的，蛮让人期待的啦。因为毕竟它上一代的通话品质没有很好，这是我真的觉得唯一的缺陷。然后它这次也从了单动圈变双动条。你们这样陪着我开超多副耳机，真的是我现在对耳机也是颇了解，哇，真的是成长啊！然后这一次他们额外加了一个快速充电功能，你充3分钟可以让你听1小时。那我觉得它这耳机最有趣的是，它单次使用时间是到11个小时，这个其实蛮长的。但是它搭配充电仓，可能因为充电仓太小了，充电仓的话只有22个小时，总时长没有到很长，但单次使用时间的数据很不错。那我刚刚注意到一点，就是它这个开合的阻尼感好像有改，比较紧一点，蛮沾指纹，大家都可以看到我的指纹了。那我就来试用一下，听一下它的感觉，然后再跟你们讲一下我整个心得是怎样。那我们就待会见。2000 years later。好，大致上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来分享一下我的感觉。首先，它这个有做一个 App， 我10分的建议你一定要先去它那 Wearable 的 App 里面去下载它的更新档，然后里面有些设定都可以使用。然后它这次也特别做了一些动画，就是你开合的时候会有那种跟 Apple 一样啊，会有那个第一次连线的动画啊，问你要不要连线啊。然后之后在每次开合的时候，它都会显示说2只耳机的电量和充电仓的电量。
样。我觉得这个使用者体验做得还不错，虽然说真的就是跟苹果很像啦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，不过做得还不错啦。然后佩戴感上来讲的话，我觉得它就是承袭了上一代的感觉，就是老样子嘛，因为外观也没有变，所以舒适感很不错，然后会让你觉得不太像是入耳式的耳机。那如果你很不喜欢入耳式佩戴的话，这感觉很好。插曲部分就让你在运动的时候比较不容易掉，所以说比较没有安全感的人就可以使用这鲨鱼鳍，感觉会稳固蛮多的。然后此外，我想讲一下，就是如果你是比较习惯戴那种像这种我是 Anchor 就是入耳式很深的这种耳机的话，你会觉得 Galaxy Buds 有一种没有很深入的感觉。一开始我刚戴的时候，因为耳套没有很合，音场没有很好，那我会建议你一定要换到10分适合的耳套上去。那还有一点想提的就是我刚刚在用这组耳套原厂提供的时候，我把它换成这种记忆式的，然后发现这个充电仓是没办法换成这个 Spin Fit 的时候也没办法，所以它基本上我觉得它这个充电仓很挑这个耳套，我是建议你可能要用原厂，或者是你可能要自己再想办法去试用看看。然后再来就是它这组 Galaxy Buds Plus 它有一个环境音的模式可以选择，那这东西也是很 tricky， 它乍看之下只有3种选择。三星老妹又犯了，它在他们的 App 里面藏了一个实验室，然后里面藏有一首就是这个超高环境音。因为我一开始刚用环境音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它的声音好像没有特别的通透的感觉，也就好像还是有些声音听不太到，反而是有些杂音被放大的过大，就是像是这种手的声音啊，或者这种窸窣声，或者是呼吸声，或者是键盘的声音。但是反而你要听那个人讲话的声音，可能没有到这么清楚。超高环境音开了之后，我觉得那真的实用很多啦。那基本上我个人会开着那个使用，我觉得效果好蛮多。那这就看你们个人的习惯，但是我会建议你去试试看。操作体验上来讲，它是采取的是触控操作，然后是点中间这个触控板的部分，我觉得它做的非常好，操作性十分的好，支援了按1下、按2下、按3下去操作播放、暂停、上下首歌、接听、挂断。它有一个操作是长按，那这个选择你可以选择说你左边、右边各是要语音录里啊，或者环境，或者是音量加减，或者直接叫 Spotify。然后我本来想要呛他说，为什么没办法左右耳的连点2下或点3下分开来，像是左耳点2下是上一首，右耳点2下是下一首。这样去做，但我在看到它实验室模式藏了一首是它可以点这个2下耳机侧缘去减少音量，再点这2下耳机侧缘去增加音量，等于说你不用用长按去调整音量，这个其实也还不错。所以说操作性来讲，我个人是觉得还蛮好的。连线程度上来讲的话，因为我是搭3线手机，基本上超级稳。里面甚至有一个模式是 gaming 的，那我也为了它特别去载了一个 in game 来玩，就是那种节奏游戏来玩。我在新手第一关是 full combo 啦，不过因为我很不常玩游戏，所以说如果是 in game 狂魔的话，我建议你还自己去试一下，因为我的敏感度可能比较低，我比较不会这么常玩的。然后通话品质的话，这次是使用了3个降噪麦克风，那至于好坏，你们就自己听哈。现在来测试看看是 Galaxy Buds Plus 的通话品质。我们是在捷运站里面，环境应该是算蛮嘈杂，在上一代的产品里面应该是完全听不太清楚在讲什么。然后大家就可以看说这个声音是不是可以接受的。Round 2。现在测试这个 Galaxy Buds Plus 的通话品质，然后我现在过马路。你可以听听看，说这种车流量下，你的声音是不是清楚的？然后等下可能也会试试看别的，试试看咯。你们自己听听看，这个通话品质是不是你可以接受的？好，然后最后是音质的表现，他们里面的 App 可以调6种音质。虽然说你没办法直接去调整你最喜欢的 EQ setting，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很不错，至少还要给你6种 EQ 让你选。在选的时候，我是选到了动感的部分。此外，就是我真的觉得这组耳机很吃你耳套的大小，你一定要挑到适合吻合，要不然你的音场表现会差很多。一定要找到密合的。接着就是我来讲一下它的音质的表现，对比上一次来讲，我觉得好上蛮多的。那我个人觉得它的耳机的定位还是偏向是中低频偏厚一点，但是我觉得它这次有慢慢把它导向3频均衡一点的那种感觉，然后它3频之间的空间感是有拉出来的，然后各个乐器的分离程度也有。但是因为我个人喜好，我要讲一下，其实我很主观的听感，我会觉得我会希望它的低音的延展性再更深一点，然后声音的细节我希望是可以再更多一点，因为我觉得好像也是少了这么一点点。不过我觉得它音质整体的一点是表现是水准之上，也是我目前听起来可能前3名的音质有啊。当然，如果你是耳机厂商，听到这段很不爽，你也可以直接寄耳机来让我测。我是蛮想开深海的啦，或 Sony 的雷蛇我也蛮想。
总之，基本上这就是大概是我这次用这个 Galaxy Plus 的一个感觉啦。我觉得整体而言很不错，虽然说它少了现在大家市面上今年很希望会有这个主动降噪功能，但我觉得三星最近有一种苹果的趋势，像是你看它苹果是先出了 AirPods 2，然后突然才出了 AirPods Pro。那三星它在这一次这个 Galaxy Buds Plus 上，它其实就是虽然说听起来好像没改什么，但是它其实里面的单体有改啊，然后音质提升也蛮多，但是它就是没有到一个非常杀手级的，像是主动降噪这种功能出现。那我个人会觉得它可能在之后还会推出一个 Samsung Galaxy Buds Ultra。如果你是蛮在意音质，然后又刚好用三星手机的话，我真的蛮推荐，因为很稳定，然后音质又是水准之上。那如果你会想要有主动降噪的话，我个人会推荐你可能可以再等一下看看，搞不好在 Note 20的时候会有，但这也很难讲，因为现在疫情也是蛮严重的。好啦，那大致上开箱到这就是我 Galaxy Buds Plus 的评测。那如果喜欢我这部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点一个喜欢，那也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啦，谢谢各位支持，下次再见。悄悄，拜拜。